Hello， 大家好，我是尼禄。放假太多天了，连开场白都忘记念了。首先，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无意间或者是被演算法推过一波这类的影片了，像是奇兽、魔药、战斗系统、开放世界、隐藏要素等等的简介。所以今天要讲的是我花了40个小时几乎全部解完的总体感受跟游玩建议。首先要摇杆玩还是键盘滑鼠玩？以我手目前的关节炎程度来看强烈推荐摇杆，因为这个游戏点击需求非常的高。而且键鼠的操作虽然可以弄得很灵活，但是多半时候左手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会需要透过数字键1到4号的法术，再加上 Q 反击、Ctrl 闪避、Z 抓物品丢人、X 古代魔法，滑鼠则是滚轮更换法术组合跟瞄准。不过它的自动手键系统范围大到你的后脑勺都瞄得到，这也是为什么会推荐用手把去玩，因为摇杆的按键配置就友善的非常的多，虽然要按的东西数量没有变，但是手顺就是比较轻松，熟练一下跟键鼠能操作的上限完全没有区别，却不会对你的双手造成很大的负担。那游戏主打的沉浸感，相信大多数的介绍都没有提过。举例来说，我最常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在探索这个开放世界，也不是到各地战斗，又或者到处抓奇兽。我最享受的一块是到走廊听画像弹吉他，深陷在其中连同学从背后经过都会吓一跳的程度。I saw you fight that. 被他吓到。那这游戏的音乐真的是顶天级别，电影的风格、各场所使用的曲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光是游戏开场就让人起鸡皮疙瘩，更别提那竞技森林里配合烟雾弥漫的场景出现的毛骨悚然配乐，就连你在万应室各个小房间使用的曲子也都不一样，很容易让人触景伤情。那什么东西可以再提升一波这种感受呢？手把，尤其是具备陀螺仪体感跟连发功能的 Game 幻兽无线手把。现在很多玩家觉得说摇杆移动游标非常的慢，而且又不能调。那它的陀螺仪就派上了用场，因为转换过来就跟你的滑鼠移动速度差不多快，而且体感的操作上真的是顺畅很多，也很直觉。另外，这游戏平 A 的状况，我刚刚也有提到嘛，超级频繁的。那这手把刚好也有自动连发跟长按连发可以做切换，让你在游戏中更省力，降低对手的负担。像我刚开始想说用键盘滑鼠可不可以更秀一点，没有，习惯以后我只发现我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最后还是换回了手把操作，因为这游戏的沉浸感真的太强了，你会不知不觉就玩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幻兽手把的抗旱握把就设计得很棒，不用怕流手汗或油腻，又轻又好握，玩久了都不会不舒服。如果你觉得为了霍格华兹专程去买一只手把很亏的话，那我告诉你大错特错，它还支援 Switch， 有远端唤醒功能，又有 Amiibo 感应，基本上跟原厂的 Pro 一模一样，还比 Pro 手把多了连发跟震度调整，甚至它连手机、平板、Steam Deck 都有支援。最扯的是，厂商有送超长的18个月手把漂移保固，再也不用担心蘑菇头吹没2下又要花钱去修理。官方没事也在出活动，做打折、搞抽奖，会员还能免费借游戏玩。到底想不想赚钱给你的爸爸！现在赶快点选资讯栏的连结，去他们的网站逛一逛，上面的东西我几乎都有，而且也都用超过半年了，品质是真的很优秀。好，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沉浸感，你有想过它的细节有多癫狂吗？一般来说，很多游戏在潜行这块都做得非常的烂 ，NPC 都是主要的一大败笔。那霍格华兹不会，你隐身，队友就配合你隐身，甚至在这个状态下念咒都是气音。除此之外，游戏不只有昼夜系统，竟然又另外做了冬季跟夏季，还有节日系统，真的很扯。万圣节跟圣诞节出现的时候，我超级意外的。同学之间的互动也很符合魔法世界的设定，像是在墙上走路，把人膝上贴着漂浮帽子，因为细节很多，就很贴合你实际生活的感受，那个代入感就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奇兽的种类虽然不多，也就10来个，但是每一个种族各自的外观上都有做出明显的差异，像是亚鸟各部位的羽毛、最鬼马的黑色、绿色，另外还有色尾可以捕捉或是盖繁殖场取得。那怎么知道奇兽是不是闪光或是色尾呢？如果名字最右边有个星星，那就是它了，非常的好分辨。至于怎么捕捉奇兽，需要通过主线小精灵、抓捕带和织布机取得。NPC 迪克会教你怎么使用，前提是你要先找到万应室的入口。那一开始会给你18格的口袋栏位，还有万应室的饲养空间12格。之后迪克的主线全部跑一跑，总共会有4个大房间，总计48格让你饲养。不过每个空间都是限养4个品种，所以就算养满16种在需要玩到
培育这块的时候啊，就还是非常的不够用。这边顺带提一下，游戏里美其名是拯救奇兽，但实际上玩家的行为都是在偷盗这些野生动物。因为奇兽不会受到伤害，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玩家跟我一样，就是一发冰冻咒打在他脸上，然后直接给他combo直接带回家的，麻烦留言告诉我一下。而且为什么会说是偷盗呢？因为有一家商店可以以每只120斤的高价做收购，另外系统在捕捉成功的时候，还会再额外给你每只30滴的高额经验值，直到奇兽的成就升满就不会再给。这个抓宝的反馈啊，其实是非常夸张的。要知道每个区域的战斗都归类在副本类型，即便你在该营区一次性杀光100只小怪，等级也不会因此飙升。所以成为一个奇兽猎人，真的是发家致富的第一步。因为装备格子前期少得可怜，要靠农庄赚钱极为困难，而且售价的关系 CP 值超低。要拓展背包空间的话，就必须解大量的梅林试炼，就是那个绿绿的需要叶子去开启的小型解谜单元。但是你又会碰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进度关系，你需要使用的魔法可能根本就还没有学到，而且不是每解一次就开一格，是分阶段解锁，还要进挑战页面领格子，真的很容易被忽略掉。那万应室的功能除了养奇兽以外，玩家还可以在这里自由摆放各种不同的设施跟装饰，像是根据不同植物所需的大小不一的盆栽，这块设计也就蛮方便的。虽然说要等个10分钟啊，但是收成过后还会自动长出下一株，不用每次在那边拔拔叉叉的，非常麻烦。植物除了可以作为魔药的制作材料，也能用来作为本游戏最凶狠的 meta 草药学流派的攻击道具。当你还在那边一下30滴 A 半天 A 不死怪的时候，这些甘蓝菜、魔苹果随便一撸就是1000多。背包每种最多可以携带12个，最多加起来就是36发。就算是 BOSS 啊，也扛不住你36个大哥的连环攻击。魔药做的部分就是顾名思义可以制作药水，不过我40个小时玩下来啊，基本上都是没有在吃药。野外取得的补品跟自动回血的机制就够你从头打到尾了，强化药剂也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在使用，所以这块就不太需要再多提了，你不太会用到。另外织布机不是打造装备，而是强化装备数值，或是将特殊能力缝上。那特殊种类的能力就非常多种，几乎都是靠探索跟成就系统取得，有针对某些物种的增伤，也有将特地咒语强化的，但是跟魔药的部分相同，有做跟没做感受不出差异。而且装备没有套装效果，甚至连样式都很偷懒，很常刷到不同等级、不同数值，外观却一模一样的面具、手套、帽子。奇怪的是这些装啊很会掉，格子又不够，阿差又不会给素材，所以只能一直跑商店卖装，非常的浪费时间。另外有提到游戏是开放世界嘛，看过电影的玩家就知道学院的城堡里有多华丽，制作团队在这块也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还原了。举完任务取得开锁咒以后，几乎所有的门都是可以打开的，而且原作的世界观各种小细节也都有做出来，像是各院的交易厅、宿舍。你如果电影看得不多，可能会没有印象，但是玩过前几年流行的手游，一定会很有感触。那能聊的东西啊，还有很多，像是走廊上的盔甲没事会唱歌，站在他旁边的听了不爽就会把它拆了。又或者是墙壁上每一幅都会动的画，真的会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小缺点是一些我预想的互动元素，这个游戏没有做出来，最多可能就是路边拿一杯饮料啊，吃个面包。那万应室跟各大教室的椅子不能坐，寝室的床不能睡，人物不能比动作、拍照等等，就是觉得有点可惜。小关卡的设计上有大量的趣味小游戏，那玩家靠着咒语或是算术做解谜，完成后的奖励大多是造型外观，对主线没有影响。个人是比较喜欢小游戏这块啊，因为每个单元也会有相应的 NPC来跟你较劲，像是骑扫把啊，或是用阿基尔拉球啊，最后会面对到一个 BOSS， 就是我们学校的教授。教授，你要0分咯。阿基尔Delightful to see such mastery from one your age. 0分，教授。玩到这边血洗他，让他0分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笑。可惜的是没有做魁地奇啊，因为官方的说法是本来有在开发，后来因为时程的关系就终止了，希望可以用 DLC 的方式做补足。那跑任务的部分，个人推荐前面10个小时尽量自己用走的去晃一晃，开传点啊，顺便用线型扫描一下，会发现很多的隐藏要素跟小故事章节。等到探索的差不多之后，你会非常频繁的用到这些绿火做传送。在任务的界面有引导的快捷键，所以不需要熟悉地图跟 NPC 的位置。另外战斗的部分咒语大概就是分为4大类，基本上红色属于最痛的法术，其他颜色就可以理解成控场类型。只有绿色的不射咒可以无视颜色护盾直接断招。特别一点的法术像是石化则是暗杀类型的，透过隐身或是1挑1的时候释放22令就可以触发。大型 BOSS 的话不会被秒杀，但是可以重复使用石化咒，像这次3怪就满头问号的死掉了，不用在那边30滴的打，真的会打很久。那每一种敌人它也有专属的魔咒可以去克制，像是
蜘蛛怕火，妖精怕区区武器，图鉴里面都会写，所以也不用刻意去记。天赋则是可以强化自己喜欢的打法，例如让咒咒虐可以扩散诅咒，再利用连锁天赋一次性锁命大量的敌人。主角可以同时携带16个法术，在战斗中自由做切换。手速不够快的人也不用担心，因为键盘按下 T 啊，游戏时间是会暂停的，你可以慢慢的选。而且等到你熟能生巧之后，平 A 这个东西除了 BOSS 战以外就不太会用到了，大多时候都是16个法术轮流在轰。防御的部分，敌我都可以开不同颜色的破心护，用对应的颜色咒语就可以解除。只是我到后面都没有再开盾，因为瞬移闪避的天赋点出来就是 A 2下一直按就对了，无敌帧还超级长，几乎没有什么难度。至于敌人的种类嘛，就蛮少的，虽然图鉴上有67种啊，但有很多只是外观颜色上的不同，大致上就是精灵、狗狗、蜘蛛、山怪、妖精、人类、行尸，再把直角兽这种要透过开扁才能抓的奇兽也算进去的话，来来回回就差不多8到10种而已。用魔法一直刷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差异性的感觉，但是多半打架都是在混战之下，你双手要做的事情就超级多，所以对于魔兽跟敌人的多样性，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还好，就是不会感受到无聊啦。而且战斗系统没有耐力值、魔力值，植物又超级 OP， 所以我认为这块是比较偏向爽 game 的设计。至于最开始的捏脸，我有点忘记讲了，正确的问题我是觉得没有啦，毕竟捏出来的人物我还是觉得蛮帅的，而且游戏中也有很多 LGBT 的人物，剧情、对白、呈现方式也不会让人感受到不自然或是刻意加的，所以真心不能理解为了罗琳去抵制这款游戏的人到底是在干嘛。bug 的部分呢，我认为算是非常少了，因为大多数我都是不正常的在游玩啊，所以才会触发，像是解谜道具手残掉到谷底、人物的穿墙、奇兽卡死在半空中等等，整个玩下来是没有碰到太多严重影响体验的错误。那剧情上我会尽量减少剧透，但是不喜欢的人还是建议直接跳到结尾，倒数5秒钟，5、4、3、2、1。主线一句话带过，妖精 boy 为了复兴种族，要解放地下被封印的古代魔法。OK， 大纲很优秀，就跟我要当火影，我要当海贼王一样，简洁扼要。But 人物的设计让我很难吃下去。首先，这个妖精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设定，出场总是给人一种恶霸但是又不够凶狠的感觉。如果他是什么3头6臂，或是长得特别高大，被种族排挤，为了得到认同才想去取回妖精，因为过去战争失去了荣光，那还比较让人有一点印象。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莫名的角色，就是那个姓费的教授，整场都没有做什么事，就是出张嘴要我做这个，要我做那个，然后结局就是迅速的用落石给他发了个便当。一是玩家根本就没有跟这个角色培养到什么太多的感情，二是他真的有够像是来跑龙套的，戏份是真的超级少，所以他死的时候我只感觉到纳闷，不知道这个人是来干嘛的。那结局的部分有分为3种可以选，不过差异只有打完 BOSS 之后是把力量封回去还是自己吸掉，对于后面的一些小篇章就没有任何的影响。讲到这个学院分数总结要34等才能去接这个最终的任务，然后只是讲讲话哦，因为叉叉学院啊就是主角待的那个学院，因为你的关系加了100分，恭喜发财。所以以我一直越级打怪的情况下，为了这个结局又特地去刷等，觉得不是很值得就是了。不过啊，片尾的 BGM 很带感，所以勉强给过了。支线的部分我认为是超越主线的，除了雷文克劳用问答的方式草草带过，每个学院都有一个代表人物的故事，像是史莱哲林的塞巴斯汀、赫夫帕夫的 Papi、格莱芬多的娜娜，一个是在图书馆跟我们结拜的好兄弟，为了化解妹妹的诅咒误入歧途；一个是奇兽的好妈吉兼我们的小女友，跟他一起经历了很多浪漫的冒险，跟最后那个不知道在干嘛搞了很多家族纷争，叫我们一起去跟黑道火拼，最后警察来散场的故事。所以撇除掉娜娜线之外，剧情我是都很满意的。顺带一提，蛇院的故事线会学到3大魔法，如果你最后没有举报他叫他滚去阿兹卡班的话，前面不愿意学的不赦咒都还可以找他补课，只是这些法术啊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就学不学没什么差。总结下来，剧情因为主线有点美中不足，但支线的弥补下，满分10分我还是会给到9分吧。战斗、建造、培育，因为装备这块做的实在是太敷衍了，所以也是没有办法给到满分。不过游戏进度上啊，总是在我快要玩腻的时候，又会开启一些新的功能，像是扫把、鹰马、种菜，所以游戏性以爽 game 来分析，日常的角度去看的话，也是可以算到9分。单纯就是不爽它前期的背包很小，装备有跟没有一样，还有硬要挑毛病的话，就是 U 叉做的实在是超级的烂，选单跑图很慢。如果你没有习惯记快捷键，直接开启或关闭，你每次就是要进主页面、次页面，选好之后 ESC 回上一层，再上一层，说实话很烦。
沉浸感、打击反馈、音乐、音效，真的就是很顶。有时候累了，找个地方听音乐、看看风景，真的会让人默默的流下2行泪。最近有论坛的大神还做了 VR 的 mod， 有机会的话，真的会很想试试看。毕竟这款的代入感啊，真的是我看过所有游戏里面做的最优秀的了。所以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买，或是主机不知道跑不跑得动，给你个参考。我的配备是3070 钛加上 i9 CPU， 再加上36G 的记忆体跟 SSD， 什么额外软体都不开的情况下，全部开到最顶，加上光追可以顺跑，所以差一点的电脑乖乖把画面调到低或中，光追关一关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贴图品质的设定以外，差异都没有到很大，就是顺不顺眼的程度而已。如果你的配备不好，然后又已经入坑了，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大家参考一下你的规格。至于买 PC 版还是家用主机版呢？100%啊，绝对是买 PC， 因为模组真的超级多，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多人连线的 mod。那用滑鼠还是键盘呢？不是为了业配啊，真心推荐是用摇杆玩，一是有震动比较有 feel， 二是为了保护你的手。那这边就真的是业配了，给你爸爸的，看一下 CP 值真的高。好了，以上就是40个小时最真挚的通关心得、建议、指南。如果你想补充点什么，或是你跟我一样有着史莱哲林的心，但是又跑去欢院的同学，都欢迎按赞、订阅、留言、分享。我是尼禄，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